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如果我现在告诉你，决定人类命运的第三次世界大战，既不是在乌克兰全面爆发，也不会在中东彻底失控，而是会起源于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片海域，你会怎么想？最近，一个被西方媒体封为新诺查丹马斯的英国老人，因为一系列关于2024到2030年的惊人预言，再次冲上了热搜。这个人的名字，许多人可能偷偷搜过，他叫克雷格·汉密尔顿·帕克。他说了什么让大家这么紧张？简单总结几点，听听看，这是不是让你心跳加速？第一，他预言中共政权会在2030年前遭遇冰川式的崩塌。第二，习近平可能会在2026年被迫离场，甚至因病隐退。第三，也是最吓人的一点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就在台湾，但是哪怕这听起来很绝望，他却给台湾留下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判词。他的判词是打不下来，屹立不倒。这究竟是他在危言耸听赚流量，还是真的看到了某种我们看不见的未来剧本？今天这期节目，我们不搞迷信，也不当传声筒，我要做的是把帕克的预言当成一个切片，结合真实的军事、政治和经济现状，为大家做一次深度的预言验尸。我是阿豪，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推演了。首先，咱们得先把这个帕克的身世扒一扒，免得大家觉得我是随便在路边找了个算命大爷来讲故事。克雷格·汉密尔顿·帕克，1950年代出生在英国。这老头其实挺有意思，他的那一套东西并不是纯西方的水晶球，而是混合了印度的纳迪叶占星术和他自己的通灵冥想。为什么媒体叫他新诺查丹马斯？因为他在过去几年确实有几次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或者说精准命中的高光时刻。最著名的战绩有3个。第一，2016年，当全世界媒体民调都觉得希拉蕊稳赢的时候，他逆风说不，那个金头发的地产商川普会赢。结果大家知道了。第二，在英国脱欧公投前，没人相信英国真的敢脱离欧盟。他说他看到了脱欧的画面。第三，就是关于英国女王，他在女王去世前很久就预言，女王将在高龄因心脏问题离世，并且查尔斯会继位，但查尔斯的统治会充满争议和困难。当然，我们要讲道理，他也翻过车。比如他预言过特蕾莎梅会怎样怎样，或者某些年份会有生化袭击，但没发生。但在唱衰东方大国和台海危机这件事情上，他的预言因为过于具体，而且跟现在的国际局势有着某种诡异的重合度，所以不管是英国的小报还是亚洲的论坛，大家都在疯狂转发。那么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关于台湾的具体画面？帕克关于台海的预言，最让我觉得背脊发凉的不是他说要打仗，而是他描述怎么打。大家注意听，这跟我们平时在新闻里听到的那种某年某月某日解放军发动 D-Day 诺曼第式登陆完全不同。帕克在多次访谈里强调，这不是一场有计划的入侵，而是一场失控的意外。他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：在台湾周边的海域或空域，可能是2艘潜舰在水下发生了某种机械性的碰撞，也可能是2架战机在空中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时，因为一方的操作失误发生了擦撞或者误射。各位，这听起来是不是比全面进攻更真实？现在的台海是什么情况？共机天天越过中线，美军侦察机贴着海岸线飞，双方的距离有时候近到飞行员能看到对方的头盔。在这种高压之下，人的神经是紧绷的。帕克说，正是因为这场意外，在双方极度互不信任的情况下，瞬间引发了连锁反应。这不是谁按下了核按钮，而是你撞我，那你就是攻击我，然后这边还击，那边启动防御机制。美国被迫介入，接着为了牵制美国，俄罗斯甚至中东的势力也被卷进来。他说，这场冲突的规模会让现在的俄乌战争看起来像是一场小儿科，但他在这段预言里给了台湾人一颗定心丸。他说，尽管周围也是刀光剑影，尽管会有局部激烈的交火，但他没有看到台湾本岛被占领的画面。他看到的是台湾在一种极度危险的状态下，依然保持了政权的独立性，甚至因为这场危机彻底在这个世界上站稳了脚跟。但这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代价，
那就是中共政权自身的命运。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下一个重点。这是帕克预言里最让反共人士感到爽，也让观察家感到惊的部分。他用了一个非常文学也非常精准的词来形容中共的未来，叫做冰川式崩塌。什么叫冰川式崩塌？大家见过冰川融化吗？表面上看，它依然是一座巨大的白色的坚不可摧的冰山，你站在它面前，觉得它稳如泰山。但是在冰山内部，裂缝正在不断蔓延，底部正在被海水掏空，直到某一个临界点，可能只是一只海鸟落在上面，轰隆一声，整座冰山瞬间解体，沉入大海。帕克给出了2个关键的时间节点：2026和2030。首先是2026年，帕克预言习近平的统治可能会在2026年左右走到尽头。注意，他没说是因为政变，他说的是因病或者某种被迫的大型政治手术。他看到那个位置上的人换了，或者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变。接着是2030年，他说在2030年之前，我们熟悉的那个庞大的集权的中共政权会彻底解体。但这不代表中国这个国家消失了，而是变成了一种更松散的联邦制，或者分裂成几个区域性的自治体。他特别提到，香港会重获自由，西藏会获得自治，而台湾将成为这个新格局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导致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？帕克提到的不是外部军队打进来了，而是内部的溃烂。他列举了几个画面：严重的经济危机、房地产泡沫破裂，导致无数人破产；地方政府没钱了，甚至连公务员、军队的工资都发不出来；加上高龄化，年轻人的愤怒压不住了。这一切汇聚在一起，导致了那个冰川崩塌的瞬间。说到这儿，肯定有朋友会问：哎呀，这听起来太像爽文了，是不是为了迎合观众编出来的？好，现在我们把灵媒的身份拿掉，我们用冷冰冰的现实逻辑来对照一下，看看帕克说的这些事到底有没有可能发生。第一点，台海的意外论，这一点不仅是灵媒在说，很多真正的军事专家都在担心。大家知道2001年的中美南海撞击事件吧？那时候如果处理不好，可能就是一场战争。现在的密度是当年的几十倍，一旦发生碰撞，现在没有当年的缓冲机制了。习近平不能示弱，拜登或下一任美国总统也不能示弱。所以帕克说的意外引发大战，在军事推演上是一个极高概率的黑天鹅事件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概率学。第二点，中共的冰川崩塌，我们看看现在的中国经济，恒大暴雷，碧桂园暴雷，中植系暴雷，这不就是帕克说的经济基础断裂吗？再看人口，中国现在进入了深度高龄化，年轻人失业率高到甚至不敢公布真实数据。所谓的冰川崩塌，其实就是现代政治学讲的淬断。一个高度刚性的体制，因为缺乏弹性，遇到巨大冲击时不会弯曲，只会折断。很多西方智库的报告其实都在暗示，2027年到2030年是中国最危险的窗口期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中国军力最强，但人口和经济红利彻底消失的交界点。在这个时候，统治者最容易产生一种此时不动手，以后就没机会了的赌徒心理。所以帕克其实是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时代的暗流，他把地缘政治的风险包装成了通灵的画面。那么面对这样的预言，台湾人或者关心台湾的朋友该怎么看？如果帕克说的是真的，这其实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剧本，喜的是台湾最终活下来了，而且活得更好，不再有那个巨大的阴影笼罩；悲的是在那个黎明到来之前，可能要经历一段非常黑暗、非常惊涛骇浪的夜晚。帕克在他的影片里特别提到，澳洲、日本这些盟友会扮演关键角色，这跟现实中现在的 AUKUS 联盟、美日安保升级也是完全对得上的。但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：如果那场意外真的在明天发生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帕克说，打不下来那是结果，但过程呢？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的电网会不会断？我们的网路能不能通？我们的金融系统会不会崩溃？我们内部会不会因为恐慌而自己先乱了阵脚？
预言里的屹立不倒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而是需要每一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用韧性去换来的。最后，我想跟各位掏心窝子说几句。我今天聊帕克，不是为了让大家去信鬼神，更不是为了制造焦虑。预言这种东西，你就把它当成是看天气预报。天气预报说明天可能有暴风雨，你不会因此就不出门过日子了，但你会记得带把伞，或者检查一下家里的门窗关好没。帕克所描述的那个2026也好，2030也好，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说，可能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但对于历史来说，那可能是惊心动魄的转折点。无论中共会不会在2030年崩塌，无论习近平会不会在2026年下台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确保自己有能力撑过那个巨变的瞬间。只要我们足够强壮，足够团结，那么无论那个意外是不是真的发生，台湾的未来就不会是任何一个灵媒嘴里的预言，而是我们手中实实在在的现实。好了，对于这位英国神算子的预言，你觉得几分是真，几分是假？你觉得台海冲突会以意外的方式开始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这是咱们最自由的讨论空间。我们下个预言见，拜拜。